就核污水，韩国准备孤注一掷，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在日本掀开。但比起韩国呢，岸田却更担心中国的反制。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由11名韩国在野党议员组成的阻止福岛核污水排放议员团已经于近日抵达了日本，而此次的访问为期3天。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显示，韩国议员们打算在访日期间就阻止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问题，到日本首相官邸国会大楼门口进行抗议活动。而与此同时，日本媒体说多名韩国国会议员以及韩国渔业人士在日本首相官邸附近参加。而日本市民团体组织的反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企图通过一份捏造的调查报告来加速推动核污水排海的进度，要求日本政府尽快的去撤销排海计划，同时要采用安全、健康且透明的方式来处理核污水。现如今，在美国的搅动之下，日韩两国的关系逐渐缓和尤其是尹锡悦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不惜接二连三的向日本投降低头。而按理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国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向日本靠近，与日本拉近关系。但韩国议员却是借着访问日本的机会与日本民众以及那些反对排放核污水的日本议员们展开了合作，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阻止岸田政府。这未免有些意外。而可见，排放核污水一事足以严重到让韩国人无法继续与日本站在统一战线之上。援引日本东京的一位市民的话来说，核污水排海一旦启动，影响的绝对不仅仅是日本自身的渔业以及国际声誉，还会给韩国、中国等邻国造成无法预估的负面影响。而简单的说，核废水进入海洋后，海洋的生物会受到核辐射，很容易会引起大面积的死亡，甚至是恶性突变。不仅如此，核污染留存的时间会很长，像一些元素甚至很有可能需要经历至少3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会消散。更何况是对人本身的影响。人体在接触到了少量的辐射都会引发食欲不振、头晕、乏力等不适感。如果接触到了大量的辐射，或者是长期接受到辐射，轻则引起中毒的急性放射病，重则导致休克。而至此，其实这么说也是能够理解韩国人在东京当地表达反对核污水排海的立场。以往不管是低头也好，投降也罢，这韩国为了获取美国的开心，都可以对日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关乎的是全海洋，甚至是全人类的身体安全问题。而韩国人就算再想紧跟美国身后，也不会拿生命开玩笑。所以韩国在野党议员为了阻止日本排放核污水，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可即便如此，执政的尹锡悦政府以及国民力量党却对日方的举动持理解政策。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会导致韩国议员的抗议举动事半功倍但是不管怎么说，韩国议员们不同于尹锡悦当局的立场，而尹锡悦当局上台之后就迫切地想要登上美国的战车，现如今可以说已经完全地沦为了美国的跟班了。因此，尹锡悦当局如何支持日本，紧跟美国都不足以让人意外当然相较于韩国议员们的反对，日本其实更担心来自中国的反制，就比如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日本的海产品。而日本再嘴硬，却也必须得承认依赖中国市场的事实。而经济发展之上，日本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与中国拉开距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